常孝悌遗风，见《弟子规》之入则孝，百善孝为先，孝悌之道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石的其中之一，历经数千年岁月的洗礼，依然熠熠生辉，深深烙印在华夏儿女的灵魂深处。《弟子规》作为蒙学经典，其入则孝篇章已制，条文字系统阐述了子女侍奉父母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，不仅是同盟养正的良方，更是指引人们在人生道路上践行孝道、传承美德的宝贵指南，对个人品德修养的塑造、家庭的和睦稳定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，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。亦回应与践行，聆听父母的呼唤与嘱托，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，行勿懒。这简短的语句传递出子女对父母应有的基本尊重与及时回应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父母的每一声呼唤都饱含着对子女的关切与期待。当父母需要帮助时，子女迅速回应，不仅能让父母感受到被尊重和重视，更能培养自身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。同样，对于父母交代的事情，立即行动，不拖延、不推诿，是对父母信任的珍视，也是在生活细节中培养诚信品质和执行力的重要方式。这种积极的回应和行动，有助于在家庭中营造相互尊重、相互支持的良好氛围，让亲情在日常互动中愈发深厚。聆听与接受，体悟父母的教诲与责备。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父母的教导是他们人生经验的总结，蕴含着宝贵的智慧和深刻的道理。恭敬聆听父母的教诲，不仅体现了子女对长辈的尊重，更能让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少走弯路。当面对父母的责备时，保持恭顺的态度，虚心接受，反思自身的过错，是对自我成长的负责。这种态度不仅有助于化解亲子间的矛盾，还能促使子女不断完善自我，培养谦逊的品德和自我反思的能力，从而实现个人的道德成长与进步。三、体贴与关怀，照料父母的生活起居。冬则温，夏则庆，晨则省，昏则定。侍奉父母需用心体贴，关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冬天为父母温暖被窝，夏天为他们铺床扇凉。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却能让父母在细微之处感受到子女的关爱。清晨向父母请安，夜晚伺候他们安睡，不仅能让父母安心，更能培养子女的感恩之心和家庭责任感。这些传统的孝道行为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尊老美德，更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了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，让家庭成为心灵的避风港。四、告知与汇报，给予父母心安的保障。出必告，反必面。具有长夜无变，外出告知父母去处，回家及时向他们禀报。这一简单的行为体现了子女对父母感受的尊重，让父母不必为子女的安危担忧。保持规律的起居作息，坚持稳定的事业追求，不仅是对自己负责，更是让父母放心的重要方式。遵循这些准则，有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，传承家庭的价值观，让家庭的传统与文化在代际间得以延续。五、请示与自律，坚守道德底线与家庭责任。事虽小，勿擅为；苟擅为，子道亏。物虽小，勿私藏；苟私藏，亲心伤。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同样体现着子女的道德修养和家庭责任感。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也应向父母请示。这不仅是对父母权威的尊重，更是培养自己决策能力和责任感的过程。同时，不私自占有公物，是对道德底线的坚守，也是对家庭声誉的维护。这种自律意识不仅有助于个人品德的培养，更能让家庭成为道德传承的摇篮。六、喜好与厌恶，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。亲所好，力为具；亲所恶，仅为去关注父母的喜好与厌恶，尽力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，是孝道的重要体现。为父母准备他们喜爱的东西，避免让他们接触厌恶的事物，这不仅能让父母感受到子女的关爱，更能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。这种以父母为中心的关怀，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的深厚情感和无私奉献，让家庭充满温馨与爱。七、身体与品德，避免让父母忧虑蒙羞。身有伤，宜亲忧；德有伤，宜亲修。爱护自己的身体，避免让父母为自己的健康担忧，是子女的基本责任。同时，注重品德修养，
不做违背道德的事情。维护家庭的声誉更是孝道的重要内涵。这种对自身行为的严格要求，不仅体现了对父母的尊重，更是对家庭价值观的传承和弘扬，让家庭的荣誉在每一个成员的努力中得以延续。8始终如一，坚持孝道的难能可贵。亲爱我，孝何难；亲憎我，孝方贤。当父母喜爱我们时，孝顺相对容易做到；然而，当面对父母的误解或严厉管教时，依然保持孝顺，反省自身，努力改进，才是真正的难能可贵。这种始终如一的孝道，体现了子女对父母无私的爱和深刻的理解，不仅能化解亲子间的矛盾，更能在家庭中营造和谐稳定的氛围，让亲情在困难与挑战中愈发坚固。九规劝与引导，帮助父母改正过错。亲有过，见始更，怡无色柔无声，见不入悦复见，好气随，叹无怨。当父母出现过错时，子女应以诚恳的态度、柔和的语气进行规劝，帮助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。若父母一时未能接受，应寻找合适的时机再次劝导，甚至不惜痛哭流涕，恳求他们改过。这种坚持原则又不失尊重的态度，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真正的关爱和责任感，不仅有助于维护家庭的和谐与正义，更能促进家庭成员的共同成长与进步，使照顾与追思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。亲有疾，要先尝，昼夜侍不离床。丧3年常悲夜，居处便酒肉绝。丧尽礼，祭尽诚，视死者如是生。父母生病时，子女应悉心照料，亲尝汤药，日夜陪伴在侧近，最大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。父母去世后，守孝3年，追思他们的养育之恩，生活简朴，戒除酒肉，以表达对父母的深切怀念。办理丧事时，遵循礼仪，诚心祭拜，对待逝去的父母如同生前一样恭敬。这不仅是对孝道的延续，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家庭文化的传承。《弟子规》入则孝篇章所蕴含的孝道思想，如同一座指引人生方向的灯塔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在现代社会，尽管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但孝道的精神内涵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。让我们以《弟子规》为指引，将孝道融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让家庭成为爱的港湾，让社会充满温暖与和谐。在践行孝道的道路上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篇章，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，践行《弟子规》入则孝的理念，并非是简单的形式模仿，而是对孝道精神的深度传承与创新发展。我们虽难以完全复刻古人的孝行，但可以结合现代生活方式，赋予孝道全新的活力。利用便捷的通讯工具，即便远在千里之外，也能随时与父母视频通话，关心他们的健康，分享自己的生活，给予情感陪伴，让孝道跨越空间的限制。在家庭决策时，邀请父母参与，聆听他们的建议，这不仅是对事虽小勿擅为的现代诠释，更能让父母感受到被需要，维持他们在家庭中的价值感。对子女进行孝道教育，是传承孝道的重要环节。家长以身作则，为孩子树立榜样，将《弟子规》中的孝道故事融入日常教育，通过言传身教，让孝道文化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。学校也可以将孝道教育纳入德育课程，举办主题活动，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孝道的真谛。企业和社会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，企业为员工提供更多陪伴家人的福利，如带薪探亲假，鼓励员工平衡家庭与工作。社区组织开展关爱老人的志愿活动，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，为孝道的践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。《弟子规》入则孝篇章承载的不仅是家庭伦理，更是社会和谐的基石。它引导我们从身边小事做起，以真诚的孝心对待父母，以实际行动传承孝道。当每个人都将孝道融入生活，家庭会更加和睦，社会会更加温暖。让我们肩负起传承孝道的使命，让孝道的光芒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，为构建美好社会贡献力量。凭传承实践，奏响孝道时代新旋律篇章。